打瓦这么久，第一次遇到这么有个性的女孩，人如其名，性格内向，不爱说话，可是在行为举止间却无时无刻都不透露着一丝狂野的气息。我操！一进入游戏，当看到家里这个奇怪名字的队友秒选出了奶妈时，说实话，我的后背上已经开始在细节尿尿了。秒选奶妈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顶着一个这样的名字秒选奶妈的。根据我多年的识人经验，像这样的奶妈一看就是属于那种没啥战斗力的，香香软软的，可以被对面的肌肉决斗随意扑倒的奶妈。而事实证明，我猜错了。我的意思是我好像猜错的是对面决斗的实力。对面的2个决斗，与其说是肌肉决斗，倒不如说是肌肉决斗。首先是霓虹，他队友连烟都没起，他就已经一波超绝干拉近点，瞬间被我和奶妈打残，倒头就睡了。而紧接着是对面的火男，他进点后直接就一波超绝屁股式搜点，很快也跟上了刚才他前辈的脚步，一起被送进第1馆里回炉重造了。以碾压姿态连续拿下了2把胜利后，我能感觉到我的手感正在逐渐变得火热。转眼来到1打4，虽然现在好像有点小劣势，但没事，像这种局势，只要我发挥下我智商的优势，就能给对面狠狠压制。穿过保安的高手半线，现在我决定实施一个大胆的计划，就是等对面所有人都撤离 A 包后，直接就一个帅气的冲刺进场神秘偷包。看到家里的木蝶已经开始在配合我迷惑对面了，我明白我的机会来了。接下来就请欣赏本局游戏的传世经典——劫风巧偷爆能器，保安大意失亲妈。偷包，聪明。对不起，我是傻逼。劫风巧偷爆能器，木蝶手包让我记，一波冲刺撞墙壁，猜猜谁是大傻逼？说实话，抛开此不谈，边念这段时边配合上手里的这把扇子，突然就感觉自己有江南才子那味儿了。不过相比把注意力放在这种奇怪的地方，感觉此刻我好像还是得要更担心下家里的木蝶。可能是因为刚刚木蝶骗了对面说我在挂机，所以新回合对面直接就对木蝶发起了一波人身攻击。木蝶是为了帮我，所以才被人骂的。他被骂，我指定是要帮他反驳几句的。不过正当我想帮木蝶嘴臭2句时，很快我就发现好像不需要了，因为这木蝶好像根本就没反应过来他被人骂了。虽然在语言上我终究是没有帮木蝶反驳，但是在操作上我还是狠狠地帮木蝶鞭打了下对面。很难想象，这回合我打了3个人，甚至一滴血都没掉。当然，我的实力之所以能这么恐怖，主要靠的还是我现在手里用的这款脉从 A7 Pro 鼠标。脉从 A7 Pro 的模具是类狗屁王模具的优化升级，比较适用于中大手，算是 A5 的放大版本，搭载的是行业的旗舰3395传感器，所以在定位的时候可以做到极致的操控。鼠标采用了无线极速传输技术，支持有线加无线双8K 回报率，搭载欧姆龙光微动，灵敏度高的同时也能做到不断触。鼠标整体重59克，500毫安电池，所以续航方面根本不用担心。这鼠标我已经用了半个多月了，体验真的很不错。因为它外表用的是抗污的内米冰凝涂层，所以即便现在看也非常干净。如果你想换鼠标的话，综合来看，这款鼠标可以说就是100元级的游戏办公全能性价比绝王鼠标。应对别人嘴臭的最好方法，就是当别人骂完你之后，你根本没听懂别人在骂什么。这把开局只是短短的打了4个回合，我就已经看出这把不管是对面还是我们阵，好像都属于是高手如云了。每一边里都掺杂着几个奇形怪状的人。当然，看了一圈下来，要说最奇怪的，那我感觉还得是家里的这个奶妈。对面打 A 都已经打了半分钟了，大伙都在包点里打得热火朝天，而我把视角一切，不知道这个奶妈这里是在发什么癫。第一眼看还以为是什么奇怪的庆祝胜利的舞蹈，结果看到第2眼，又感觉好像只是单纯的脚碰到了电源，被电到了小脑。跟奶妈守了5个回合的点了，很难想象配合了这么久，我到现在竟然都没听到过他开一次麦。说实话，这种单机式的配合已经是让我打得有点不爽了。而很明显，家里的猎枭对于奶妈不交流的行为也有点不解，所以他在观察了一下眼前的这张俊脸后，果断的就对奶妈发出了疑问：奶妈你怎么不说话？差点我就开了。猎枭的问题问得很好，可惜奶妈屌都不带屌。理性分析，能打到超凡段位，我觉得奶妈不应该是没有麦的。相比于没麦，感觉她更有可能是人如其名，有点内向不敢开麦。等下，如果是人如其名，那难不成她还真的是女孩？一想到一直跟我在一块守点的队友很有可能是个内向矜持的美少女，
突然就有点兴奋起来了呢。看着奶妈在我的脸上一直不停挥舞着她的大招，我明白她应该是想表达我只要大胆的战斗就行了。她有大招，即便出了什么事，她也会冲上来复活我的。好快的墙，没事，打完上把后奶妈手里的大招还没用，说明她肯定还是在一直找机会给我单独用的。一想到这种细节，我的心突然就变得暖暖的。转了，我看到了。听到木蝶这一听，就感觉有点守不住点的声音，我也是直接火速回防，随后果断故意去试，测试奶妈会不会过来复活我。而事实证明，奶妈果然还是没让我失望的。不过我的意思是，你的使命爆能器已部署，复活的很好，以后麻烦还是把复活留给其他人吧。有点绷不住了，本来刚刚的心还是暖暖的，突然就有点凉凉了。看着这把游戏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操作呈现在我眼前，说实话，如果这不是我自己开的超凡排位，我都以为这是什么真金白银局了。跟场上的其他人对比下，虽然我的操作偶尔也会有些小失误，但毫无疑问，我的实力还是当之无愧的大哥级的。轻松拿下了这把胜利后，看到我杀了2个奶妈，杀了3个，不得不感慨，虽然我和他之间几乎没什么交流，但很多时候彼此真的还是非常默契的。这奶妈怎么疑似比我还猥琐？本来一开始还以为她是个矜持的内向美少女的，越打越感觉她好像是属于比较狂野的类型。而且不是我说，这奶妈的反侦查意识也多少是有点强了。她看到木蝶带着包走到了自己的脸上，接下来的顶级拉扯给当时的我都看得有点绷不住了。在这儿，我们走吧，继续压制他们。第一次玩到这么抽象的局，打了这么多回合，感觉在一众的奇形种中，综合看下来，果然还是我的操作最为正常。我那个跑打呀，身为一个正常人，必要的时候就是得要伸出援手帮助下那些不正常的人。看到刚刚被奶妈一顿乱秀的木蝶站在马路中间，想把包给奶妈，但是又不敢给的样子，我决定鼓励他一下，让他大胆的把包丢给奶妈。算了，本以为有我的鼓励他应该敢给了，但当他一转头看到奶妈的醉速摇头，他终究还是打起了退堂鼓。观察了半天，怎么感觉木蝶挺可爱的，倒是这奶妈有点邪恶了。她不仅玩得很坏，就连思想也有点怪。这把我们禁闭后，大伙都在包点里浴血奋战，结果这家伙又跟上半场一样，躲在了最后面，不知道在跟谁交战。看着奶妈如单机游戏一般的打法，说实话，我已经是有点高血压了。不过仔细想想，其实也无所谓了，毕竟拥有大哥级实力的我会出手。我一波进点，瞬间提款霓虹后，先是一波超绝跳打打爆猎枭白头，清理保安黑头，随后再伴随木蝶粉头，直接开启大招，丝滑爆掉火男小头。一个右键竟然没爆掉，只能说不愧是黑人，头确实硬。瞬间无伤拿下6杀后，看着奶妈被我刚刚的操作震惊到一动不动的样子，我能感受到她估计是已经被我的实力所深深折服了。我靠近她，她的眼神却在闪躲，很明显这一看就是喜欢上我了。看着她娇羞跑掉的背影，第一次发现这狂野的女孩其实也是有可爱的一面的。包给我什么意思？虽然有点没搞懂她把包丢给我是什么意思，但我能感受到，只是短短的跟她打了一会，我的血压好像就又有反应了。5打1，这残局我本来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输的，但当看到这奶妈死了后，连点都不带爆时，我就瞬间明白该怎么输了。虽然理性分析，这波5打1会被翻，也不能全怪奶妈，但还是越想越气。思考了一下，她毕竟可能真的是个女孩子，也不好说她什么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就只能掏出奥丁对她清空下弹夹，来发泄一下我的愤怒了。发泄完后，应该说爽是挺爽的，就是爽完后好像很快就出现问题了。我们把 B 打下来后，我一个人蹲在角落埋伏了半天，还在奇怪为什么没人下包，结果定眼一看，原来我就是包。如果说上把会输是5个人都有锅，那这把输就是纯我的锅了。这把结束，我汗流浃背的跟队友道完歉后，
此刻我是真的有点懵逼了，因为在我的记忆里，我明明就根本没有捡过包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包竟然会在我的身上。为了破解这一神秘事件，剪视频的时候，我直接就特意调到了前面看了下，结果才发现，原来是我刚刚在用奥丁输出奶妈时，这奶妈直接就用她超绝的手速，以我的奥丁为掩体，瞬间就把包丢在了我的身上。而可怜的我当时甚至还在沉迷于输出奶妈，根本就没注意到包已经到我的身上了。高手，这真的是个高手，明明性格内向不爱开麦，可是却能做到每一个举动都能精准地搞队友心态。从11比8被翻到了11比11，我只能说这胜是如他所愿，我们快输了。2打3，这把一输，那我们下把没钱就可以直接被一条龙带走了。一个倒数第一，一个倒数第二。就在我感觉这把游戏已经差不多就要结束了时，伴随着一阵动感的音乐，我没想到这奶妈好像突然就开始认真了。她的第一波定位就已经直接把我当场看傻了，这定位的速度我只在职业比赛里见过。而正当我还在惊叹于她刚刚的定位时，接下来的操作更为炸裂。本以为这把看到的跑打画面已经够多了，但没想到真正的压轴原来到现在才出场。我操，牛逼！奶妈，我是你的狗！我的神奶妈！本来还觉得奶妈的打法有点没母的，现在才发现原来她一直是在扮猪吃老虎，跟在奶妈的屁股后面，看着她再次重现缜密的犯罪手法。毫无疑问，我已经被她深深的折服了。奶妈拿下残局后，我们全队士气如虹，最后在我可怕的枪法下，我们也是轻松拿下了这把胜利。打完这把游戏，奶妈的操作在我脑海里迟迟无法离去，想了想，就久违的加个好友吧，希望以后能一起再玩个几把。所以我的意思是7天过去了，他为什么还是没有同意？